各位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线上参加读书会。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的主题呢是知人者智，智之者明啊。这句话呢是道家的创始人老子在《道德经》里面呢所谈有关修养的话。老子虽然是2000多年前的人物但是他的思想对我们后人有很深的影响我们把它用来作为一生的这个做人处事这个行为的准则呢，还是很管用老子跟孔子跟佛陀呢3位大思想家呢，都是出生在同一个时代。老子还是孔子的老师可见老子的思想也是不遑多让于孔子也是很伟大所以知人者智呢，智之者明呢，这个8个字是蕴藏着很深的人生的大智慧其实它的整句话是知人者智，智之者明胜人者有力，智胜者强那后面还有一段那我们就取这一段来分享知人者智，智之者明的意思呢是说，能够察言观色而认识别人，了解别人这个是有智慧的人但能够认识了解自己的，这个是更高明那胜人者有力，智胜者强，意思就是说能够战胜别人的人呢，可算是很有力量的人胜人者有力嘛能够战胜别人的人才算是有力量的人，但能够战胜自己才称得上是强者这句话就非常有哲理有一句话说知人难知己更难想要了解或认识一个人不是那么容易有些人呢，他透明的跟一张纸一样一眼就可以从表看到里那这样的人呢，当然就很容易了解嘛。但是有些人呢，他是披上厚厚的伪装展现给别人的看的是一面，那真实的自己呢，又是另外一面一个样子没有长期仔细的观察呢，是看不出来的所以才说知人难嘛。那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有一些人对自己有一种莫名的自信以为自己很有能力可以轻松的解决面临的任何问题但是结果呢，证明自己是不堪一击经不起考验那也有些人呢，很爱指使别人或碰到一点事情呢就沉不住气急着要出手解决也听不进别人对他的提出来的意见那这些现象呢，就是没有自知之明的体现的表现所以才说知己更难不容易了解自己。其实听起来是有点可怕，因为我们呢稍一不慎也有可能会这样子所以呢，人家说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不能活在自己的象牙塔里面什么都不知道那没有自知之明的人呢，就好像说在坎底之蛙啦，眼光很短浅，因为他是以管窥天格局不大，所以一旦面对大一点的困难他就会感到束手无策了不知所措了。那知己者呢，会知道自己是几斤几两因为这样的人呢，他会先拿秤来称自己，他不用等别人来称我们他也知道呢要去尊重别人知道何时该应对进退知道什么时候该提起，知道什么时候该放下也知道什么时候要坚守原则，什么时候要兼顾圆融他是一切了然于胸清明朗照，明明白白那这样就是什么？就是智之者明一个人要彻底了解自己或看清自己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解自己都很难了，何况去善解别人对不对那对别人都不了解的，怎么可能去善解？对，改善自己也是很难，何况要改变别人那固执的人也不会承认自己很固执就好像很容易看到被风吹起来的树叶，但是呢看不到风，
风怎么看得到？但是你看到东西被吹起来，你就要想到这个是风的作用，你要联想到，那这就是什么？这就是见物就见性了，见人也见性了，那这个就是明心见性了，不能只看到外表，要看到它的内部的真相跟实相。东西飞起来，那是因为有风，虽然看不到，但是有它的存在是这样子的叫明心见性了。那主观之人呐，或者武断之人呐，偏见之人呐，或者嫉妒之人呐，也说是一样的，都不容易看清自己有这些习气包括我们自己所以才说知人难知己更难要了解自己，就要先要有自知之明，自知之明要了解别人，就先要有识人之慧所以能否知人跟自知，对我们做人处事呢，有知己知彼的警惕作用。这是一个警惕作用知人就是知道别人，了解别人，进而体谅别人，宽恕别人，它是一种同理心。那同理心就是一种智慧刚才讲知人那现在讲自知就是对自己的个性、习惯、长短、优劣，以及对自己的切身问题跟自己的需求、心理需求，它是清清楚楚的、了了分明的这个叫做自知之明，也就是明白人的意思啦证严上人呢说他自己也是常常回去看大爱台重播他自己以前开示的近似成语上人说这个是我这个这样做是在自我回向那同理温习自己曾经做过的笔记，而温故知新，有了新的体会那这也是自我回向一样其实这也是一种自我加持也是在唤醒自己的自知之明，唤醒自己过去的记忆这些笔记的记忆其实这样的解析呢也是很有道理的佛陀时代呢，阿那律尊者证得圣果，得到天眼第一之后呢，有一天他去拜访舍利弗他就跟舍利弗说他说舍利弗，我以清净的天眼可以看见3000大千世界，我有精进不动的正念，还有我的身体好像畅游在极静的天地中我的心已离开取着，不再散乱。请问尊者，我这样就是离烦恼得解脱吗？那个阿那律问舍利弗，那舍利弗就回答了，他说：尊者阿那律你刚才说你有见到3000大千世界的天眼，这是我慢心。你说你自己有精进不动的正念，这个是调举心。你又说你的心已离开执着了、取着了，也是一样意思的不再散乱的，这是狂妄心依我了解佛陀的教法呢，要离开了我慢心、调举心、狂妄心，这样才能够离烦恼得解脱。他这样跟阿那律讲那阿那律尊者听了之后呢，他不但不生气而且还感恩舍利弗，因为他明白舍利弗尊者讲的这些话呢，才是真正见道者的正语、真语、实语那阿那律尊者跟舍利弗之间的这个精湛对话呢，我们刚刚一听真的是令人非常的敬佩跟动容也让我们学习很多因为舍利弗呢，他用他睿智的观机斗教那阿那律呢是虚心跟用心的谦恭学习两个人都有雍容大度跟心包太虚的这个胸襟不愧为佛陀的大弟子他们有这种人格的特质这是无比清高的修行境界可以说虽让我们感觉到说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这是一种仰慕之情这个当中呢，舍利弗所示现出来的就是知人者智。舍利弗他了解阿那律所以他就这样跟他讲了那先用知人的智慧，
舍利弗啦，他先用知人的智慧再加上观机的敏锐，进而再用法来教化这个阿那律啊。这佛陀座下的智慧第一，果然是名不虚传啊。那另外一方面呢，阿那律呢，他有自知者明啊。经过舍利弗提醒呢，不但没有恼羞成怒啊，还立即反观自照，虚心接受人家的提醒，这就是明明白白的人啊。因为阿那律他讲他有这些心啊，讲这样那样，他对他自己很清楚嘛，所以他是自知者明嘛。那这段佛典的记载呢，很发人深省呢。现在我们来换位思考一下，当别人在我们面前说他有多厉害、有多精进、有多了不起的时候呢，我们敢不敢像舍利弗一样去直言啊，去逆受他呢？他老实讲了，不要说是平辈的人啊，比我们晚辈的人呢，我们都不一定敢直言去提醒他。更不要讲是忠言直谏这个是力道更强啊。我们都不敢去直言提醒，何况是忠言直谏，是吗？说者是好意啊，但听者是玻璃心我们很容易这样就得罪人了这好像是路上开车啊，明明我们开的也不慢，也不是很快，对，这旁边的人来撞我们摩托车来撞我们算我们倒霉，我们也是有事啊，一样的道理。人群中的修行呢，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验那上面所讲这个阿那律跟舍利弗的这个对话呢，那是觉者跟智者之间的对话，两个同样是境界很高的人，这样子对话是没有问题的。如果换成我们凡夫之间这样对话的话，那不得了了，马上出大事情了除非呢，回答这个人就是舍利弗回答这个人呢是有德之人。他可以以德服人，或彼此之间是有缘之人还可以有缘说话是真理所以对凡夫来讲呢，花3年学说话，花一生学闭嘴，闭嘴很不容易对一般人在讲原则的时候口气都会比较什么坚硬因为原则要坚持嘛，那这样容易造成什么冲突跟对立我们要学习用柔软及善巧的话去讲坚定或坚硬的原则。原则是该讲的时候当然还是要讲但有些人做人是很圆融没有错，但是呢没有原则，这个就变成烂好人了。孔子所讲的嘛，败坏道德风气的乡愿所以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失去原则的圆融也会让人失去威德，这句话非常的好你很圆融，但是你没有原则，所以失去原则的圆融也会让人失去威德。所以孔子讲说，败坏道德风气的乡愿就这个意思嘛，德之贼也嘛，所以失去威德嘛这个意思。你看通的，两个都通的，我们要拿这个来警惕自己孔子的学生的评论孔子说孔子说老师是温而立，威而不猛，恭而安用这几个字来形容孔子我什么叫温而立温和而又严厉这两个分寸拿捏得非常好温和但是又很严厉那威而不猛呢，很有威严，但是不凶猛。有些人是一威严就让人家觉得很凶会这样子掌控的不是很好。但是孔子不一样，很有威严，但是不凶猛。那恭而安呢？恭就是庄重的意思安详很庄重又安详这个就是君子那其实呢，正言上人也是这样的修养正言上人他外表显得很温和而慈悲嘛，慈悲为怀嘛那很容易让人家亲近，很想亲近上人。但是上人有时候你看他不苟言笑，有时候他又显露出那种严肃跟严厉可是呢他又会让人家升起一股敬意，想亲近他又很敬重他。但是上人的那个表现出来的有时候会觉得很肃穆，很严厉这种这个跟孔子的这个修养是一样的
那我们靠近上人的时候，毕恭毕敬的啊，但是又很想亲近上人啊，会对上人很敬意，不敢过于随便，也不敢过于随便的啊，有威严又不会让人生畏，产生畏惧可怕。那其实这个不只是证严上人，还有很多这个高僧大德都是这样子的啊。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境界呢？高山仰止，谨信行止的境界啊。高山跟谨信都是形容一个人很高的德行的意思了哈。那孔子的学生对孔子了解的这么透彻啊，那这也是一种知人者智啊。对这些学生来讲，也是知人者智啊，了解自己的老师这么透彻啊。同理呢，那我们对我们的师父悲智愿行也是这样透彻的了解。悲，观世音菩萨的大悲；智，文殊师利菩萨的大智；愿，地藏王菩萨的大愿；行，普贤菩萨的大行啊。四个加起来就是悲智愿行嘛。我们也是能够这样透彻的了解，不只是证严上人，一些高僧大德都是如此啊。那我们了解了，也算是知人者智啊。知道这些高僧大德是这样子的德行，想向他们学习，这个知人者智也是有世人之明呐，也算是明明白白的人呐。有的人是善知识在他面前，他不知道那个善知识，他不懂要亲近，也不知道他是善知识啊，这个就是没有世人之明呐。好，那这个就叫对自己要有信心的。对自己有信心呢，就是自知者明了。我什么事情我信心满满的，我了解我自己，我很有把握，这叫做自知者明。那刚刚讲了很多知人跟自知，其实呢，知人跟自知两个加起来呢，就是知己知彼嘛，对不对？很多人常常讲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啊。这句话是把《孙子兵法》呢误传了，这句话不完全正确哦，还有商榷的余地哦。但是我们常常在讲这句话啊，等一下我们再来解释哈。《孙子兵法》里面呢，并没有讲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没有这样子讲，而是讲什么？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它真正的全文是这样子：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啊！这是全文啊。这个殆就是危险的意思啦。那不殆就是没有失败的危险了啊。整句话的第一段呢，第一段是什么？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是说了解敌人也了解自己啊，这样每一次战斗就不会有危险，因为清清楚楚。第二段呢，不知彼而知己，这个情形下呢是一胜一负。不了解对方，但了解自己，这样子的胜负几率呢是各一半的。那第三段是什么？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啊！意思就是说，既不了解对方，也不了解自己，这种人呢，每战必败了，糊里糊涂了，怎么失败都不晓得。那兵法中也有这样的哲理啊。我们现在来解释一下，刚刚讲为什么知己知彼不一定是百战百胜呢？两军在打仗的时候啊，要清楚了解自己的实力程度在哪里，也要知道敌人的各种状况，然后呢，冷静分析啊，再通过分析对比来评估自己能不能取得胜利。如果分析出来认为我们的实力还不够强啦，不是人家的对手啦，那就要采取什么避而不战的策略，不要跟他过招。你跟他过招，你一定输的嘛，我们评估过了嘛。能够避战，至少是立于不败之地。不跟你比，哪有什么输赢的问题啊？对不对？不跟你比，至少都立于不败之地嘛。虽没有胜，但也没有输啊。
所以知己知彼还要经过这样子的对比分析跟自我评估，然后才采取行动，这样才有可能百战百胜啊。所以这句话要有这样子的条件在前面，就是对比分析啊，跟自我评估啊，这个嘛，要有这样的条件在先啊，这句话讲出来才会圆满啊，才会有道理啦。所以以后我们不能够再讲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啊，要讲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句话才正确啊。一个国家的领导者呢，也要有知己知彼的能力啊。一个团队的领众者也是一样，都要有这样的一个人格特质啊。尤其一国的领导者，那更是举足轻重啊，洞见观瞻呐。不但国内的情况要很清楚，国外的局势也要能够掌握。那这个呢，孟子有一句话呢，就点出这样知己知彼的重要性。这句话是这样子讲，相信大家都读过这句话了。入则无法家服侍，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啊。这句话是非常好，意思是说，在国家内部的治理当中啊，如果没有执法严格的忠言直谏的这个臣子，对国家外部的邻国中呢，也没有敌我的国防危机意识，这种国家呢，很容易在人人都在安逸的享乐中呢灭亡。这是指一个国家要有内政及外交的这种相辅相成嘛，同步进行嘛，以及知己知彼的充分资讯的掌握，才能够做到安内攘外，国泰民安呐。现在乌俄战争打得难分难解啊，战况焦灼啊。联合国统计已经造成超过500万的难民潮，那这些难民逃到哪里啊？波兰啦、斯洛伐克啦、匈牙利啦、罗马尼亚啦、摩尔多瓦啦等等这些国家，在乌克兰的旁边这些邻国啊，其中有将近300万的难民呢是逃到波兰的。那大部分难民是集中在波兰的卢布林这个城市跟迪波卡这个小镇之间的边界。大家可以看看这张相片，这张图啊就很清楚了嘛。里面看那个蓝色线就是乌克兰跟波兰的边界。那黄色线这边不是虚线的黄色吗？黄色线那是什么？那是人道救援团体，包括联合国儿童基金组织跟将来我们慈济呢要协助难民的服务站，在这条线上黄线上那难民这么多又行踪不定，而慈济可以动员的欧洲志工，老实讲也不是很多啦欧洲那边要去接引志工也是不容易啊，所以如果要以小博大，那就要跟跨国组织合作嘛例如跟波兰当地的红十字会啦，或妇女基金会啦同时呢，我们还要跟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呢签一年的备忘录，来协助这些难民呢，这样一起合作，跨国合作呢，才有力量啊。那这只是一个大方向还有很多技术性的问题的细节像什么物资卡，你要发物资卡给他们自己去超商去买物资，不是给他现金的物资卡的制作啦，难民名单的造册啦，发放志工们的排班及住宿等等，中间还会发生一些难民里面的特别的个案，要特别的关怀的，特别的协助的这个东西老实讲是要很多时间的沟通跟铺排那要去动员欧洲的慈济志工也非常的不容易因为前往波兰刚才讲那个卢布林最近的离那个卢布林最近的德国的委员光是开车就12个钟头。那从土耳其有2位委员从土耳其过去的开车3天2夜才抵达华沙，2个人开车3天2夜才能够到达华沙再加上呢，战争还在持续中还没结束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变数，无法预料无法掌控，只能够怎么样？上紧发条，随机应变那刚刚讲的这一些呢，一言以蔽之就是援助行动前的什么知己知彼
知道自己有多少人力资源可以去动员的，才不会自不量力。这叫做知己，知道自己，也要了解难民动态跟当地可以配合的资源有多少，这个就要顺势而为，量力而为了。这个叫做知彼，知道那个地方知彼。而跟当地的机构及联合国合作，跨国组织大家一起合作，这个叫做彼此借力使力靠自己力量有限，要大家一起来。内部跟外部的状况做到冷静的分析，跟精确的评估，做到知己知彼，才能让救人的工作圆满顺利。这个可以从最近的正言上人对这次这个乌克兰难民的援助的开示里面呢，见识救灾救难都是随时在审时度势，充满了智慧理念所以很积极。但是我们不着急上人开示，上人怎么开示各位听战争的变化是很大的，上人讲的战争的变化是很大的，也有一定的危险。这个时候很乱，虽然我们有这份心，但还是要静下心来看清楚。我们要投石问路，了解状况。了解什么状况志工在哪里，地点在哪里，区域跟地点的状况都清楚了，也盘点了自己的人力资源，然后透过跟当地机构合作，先着重在一个定点，接下来我们才能够谈发放的事情。讲到这里，看救灾救难的用法之道跟用兵之道是法法相通孙子兵法有一句话也讲得非常好把它用在菩萨道的修行也是管用所以叫做法法相通这句话叫做什么？勿视敌之不来事无有以待之。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不要期待敌人不会来侵犯，而是要依赖我们早就做好敌人会来侵犯的万全准备，这是用兵的原则那这句话也可以把它延伸解读为什么？不要期待不会碰到挑战跟磨难，而是要做好心智提升的万全准备。不要期待人生不会碰到困难跟挫折，而是要随时做好提升、克服困难、超越挫折的这种能力那把这一句话用在菩萨道修行也是通。怎么用？不要担心别人扯我们后腿，要担心的是我们有没有练好腿劲。只要我们练好腿劲，则别人再怎么扯我们的后腿，我们还是一样照跑，但别人就会越扯越辛苦，最后就要放手。这个可以用在菩萨道里面人家扯我们后腿，我们还是要继续往前迈进这样才会越早脱离险境你停滞不前，那就跟那两个人牵扯不完这个也是一种生活的智慧那处理天灾人祸跟灾害的防治，也是要有这样子的思维跟觉醒不是等到说灾难来了再来勘灾赈灾或再来灾后重建。以前我们都是这样子做嘛，以前嘛，20-30年前都是这样子做嘛。但是现在不一样了不是这样子的被动了。现在的新观念是什么？主动超前部署在灾难未来之前，先做好防灾、减灾跟备灾的工作，这个都是预先的工作，灾难还没有发生之前要做的工作不能期待天灾人祸或者战争瘟疫不会来。就像这次的乌俄战争跟这个新冠疫情也是一样嘛，我们不能期待他们不会来，而是要以严肃的心态呢去面对跟准备就是我们上人所讲的虔诚戒慎不惶恐，但是也不能掉以轻心，这个分寸拿捏的非常好。这些都可以叫做勿视敌之不来，事无有以待之所以你看，道道相通，法法相通，佛佛相通我们如果能以
这样的道理呢，来举一反三啊，或者是闻一知十啊，那就是触类旁通了嘛。其实不止要知己知彼，还要透彻道理啊。透彻什么道理啊？生命中啊，安逸的时候要有无常观呢，困顿的时候要有因缘观呢，烦恼的时候要有清净观呢。这三个很重要这个道理如果不知道的话，人生再怎么努力打拼早晚都会吃尽苦头都会碰到困顿的时候佛性人人皆有，但是人人却浑然不知。明明是身怀明珠却一直认为自己是贫穷子，不懂得向内寻找自身的珍宝，只知向外的祈求。法华经500弟子受记品里面的依珠玉，主要就是要告诉我们这个道理。什么道理众生本具佛性，人人都能成佛，人人都有自信光明。而我们之所以会失去光明，就是因为我们的清净本性被万般的烦恼所覆盖，就好像这个依珠玉里面的那位贫穷者一样每天迷迷糊糊，不知道自己是身怀无价珠宝，却还一直流浪在生死烦恼海之中始终没有发现自己内心自信的无穷价值也就是一直没有发现自己身上就有一颗明珠啦，给你缝在那个衣角里面这就是没有自知之明那其实呢，心明则见明心暗则见暗心中如果是心不清志不明充满了无明跟迷信的话呢，去寺庙里面光明灯再怎么点也没有用真正的求光明是往内求自己的自信光明，也就是从自己身上去找明珠。明珠不是在外面，是在自己身上，是在那个衣角里面给你缝在里面给你的那其实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个明珠不是真的明珠啦，清净的本性、自信、真心，那个就是我们的明珠啦那有些人会很迷信说佛像要开光才会灵验那你这样讲，意思就是说，那不开光，佛像不开光就不灵验了吗？有一个信徒跟他的师父说说师父，我请了一尊佛像到家里，可否请师父去帮这尊佛像开光？那这位师父就回答了你请我去帮佛像开光，如果这样佛就会灵的话，那表示我比佛还厉害啦。那这样不如你来拜我就好，你不用拜佛因为我叫他灵他就灵我叫他开光他就有光我不开他就没光那我叫他不灵他就不灵那这样我是不是比佛还厉害呢？所以众生无明颠倒请法师去帮佛像开光，这个想法是错误的佛光跟慧光都在我们的自心里面我们不是有一句佛偈吗？佛在灵山莫远求，灵山只在你心头。人人有个灵山塔，好像灵山塔下修，不是唱诵大家都唱得很庄严不是吗？就是这句话嘛，一样像这样的正知正见要把它建立起来。在我们现实的生活中人与人相处难免呢会有所比较，而带来种种的竞争有些人呢，他凭着自己的优秀的表现而胜过别人他会沾沾自喜有些人呢，则因为比不上别人而伤心难过做事呢提不起劲无论是我慢或自卑，都对个人的成长呢有害无益会带来不正常跟不健康的发展。那刚刚前面所讲的自胜者强的意思是，能战胜自己的才是真正的强者这个跟自知者明的思想就差不多了同样是在提醒我们，面对外在的竞争，我们更应该重视自己内心内在的这种自信跟自信，也就是回归我们自己的自信三宝最终还是要照顾好自己自信佛的正念心
因此呢，如果想要以强力的方式呢去压制别人、压倒别人，争取胜负，这并没有什么值得称许的。唯有自己呢克己守静，守住自己明亮的本心跟本性，不因外在环境的动荡不定而呢躁动不安，这样才是真正的高明，真正的强者，也才是制胜者强。英雄是万夫莫敌啊，可以征服天下，但不一定可以克服自己啊。英雄可以战胜敌人，但不一定可以战胜自己啊。所以英雄也不一定是制胜者强哦，他没办法战胜自己啊，克服不了自己啊，那就不是强者啊。他可以战胜别人没有错啊，但是战胜不了自己啊。因为英雄也是人，也是凡夫啊。天不怕地不怕，最怕病来魔。病魔一来的话，英雄就变狗熊了，对不对？有些人虽然很聪明，但不一定会有自知之明啊。有时候还会用了所有的聪明呢，来证明自己是自己的愚蠢啊，用自己的聪明来证明自己的愚蠢啊。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就是这样子嘛。那这个就是不了解大智若愚的这个精神跟道理啊。你不要以为别人没什么。别人是不露痕迹，不费周章啊，是鸭子划水啊，看似无为啊，实则无所不为啊。这是真人不露相啊！你不要以为他是真的是笨笨无能啊！这个是老子无为而治的崇高思想跟境界啊！所以自认为自己很聪明，还要继续学习自知之明跟世人之明啊，这样才是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啊。这样就是什么？将懒拙的聪明提升为清净的智慧啊！这个境界是超过聪明一大截的啊！那也有一些人呢，学佛却带着法执，学佛法是很好，但是变成法执就不好，对法的一种执着。那法执就是什么？对意识形态上的知识、学问跟知见叫做法执啊！认为自己的执着于自己的所修的佛法，认为自己的法门比别人好，别人修的法门都不如自己，处处自以为是，只有他自己的方法跟想法是正确的。一般我们反悟团体里面也是这样子的，都以为自己的见解最正确，自己的想法最好，自己的做法才是最好的，它变成有一种唯我独尊的心态。这个在我们人群中的修行是常常会看到的现象啊。我们可能也是其中之一种啊，要很警惕。所以一位志工问我，那他这样，他到最后他唯我独尊啊，皈依自信三宝，你不是这样子讲吗？那这样是不是自信三宝啊？我回答他说，这样不但不是自信三宝，一旦情况恶化，可能会自身难保，不是自信三宝。对，所以学佛如果不懂得知人，无法设身处地去同理别人，尊重别人，不但如此，而产生贡高我慢的那种不自知，自己不知道，这样很可能就落入外道。想要有自知之明跟世人之明都需要一个共同的条件就是要让自己随时保持心清自明上次我们不是讲过吗？清明节嘛，对，什么叫清明？心清自明就是清明每天都心清自明，每天都是清明节对，所以唯有让自己随时保持心清自明我们才有可能做到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好，我们今天晚上的这个读书会，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就分享到这里。下周我们同一时间再会，祝福大家福慧双修，法喜充满，感恩大家，也祝福大家，再见。